好，观众朋友，今天南海情势，我们要来赶快关心，在铁线礁这边又再次的爆发冲突了。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海警朝着进入海域的菲律宾船发射了水炮，并且发生了冲撞。为了宣示主权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尤其呢都在长假的期间，还是出动了各式的武器3款。第一个歼16，当时是挂载霹雳15，还有它的反舰导弹，近距离来展现威慑力。第二个是它的轰6K，挂载常见20巡弋飞弹，可以打到最远距离，甚至到关岛。最后是它的054A画面上我们来看到，包括它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搭配的是红旗16跟鹰击83反舰，形成海空联防，而且时间点是非常的敏感的，因为华府才刚出了这个最新的评估报告把菲律宾列为是7大盟友中牵连风险最高，但是呢战略价值是最低的一个国家盟友。他说呢，如果美国你真的介入到这一场中菲在南海的冲突的话，事件可能就会意外的升级为美中的冲突。但是其实中菲的争议根本就不涉及美国的重大利益。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美国在这一场中菲冲突中是不是会袖手旁观呢？委员怎么看？所谓战略价值对美国不高，同样对中国也不高。它的战略价值是等值的，为什么？第一个，中国不会想要去打菲律宾的本土啊，菲律宾也没有能力打中国的本土，就是抢了几个岛礁而已啊，抢了几个岛礁，菲律宾根本不是对手啊。那你美国来干嘛？你又不能长期驻守，为了那个岛礁长期驻守，你也不划算。那铁线礁，你有没有看看现场状况是什么东西？那中国也就是一个还对菲律宾留有颜面，他也不会出重手，为什么？啊，你来我就用一只手把你推一推而已啊。因为他等待，不想跟菲律宾搞得太难看，他只是因为小马可仕。中国的耐心说，我反正等到小马可仕卸任了，换上新总统，留个颜面嘛，不要弄得太难看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国是保持耐性，但一方面假装强硬的应付你，把你推一推，这个是不会称为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美国为了这个铁线礁是什么礁，要大举介入。你也没有正当性啊，你是保护菲律宾吗？这跟菲律宾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你这个尸老兵皮，弄那么多航空母舰，你能等多久？中国就看着你那边闹笑话，对不对？他也不一定会跟你冲突啊，他就你来了他也来，可以对峙一下。但是中国就是在家门口，整个补给啊，这个比较便宜。那你美国来一趟1万公里，看你要花多少钱？所以美国人自己很清楚这是不划算的，那中国也没有要把它当作很划算的事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新闻的一个花絮就可以了。好，同样的问题，那老师怎么看？美国不会为了菲律宾跟中国开战，就像美国不会为了台湾跟中国直接开战。这倒不一定是说距离遥远，军事战争难料。而是一个核武国不会跟另外一个核武国开战，这是核武吓阻的基本原则，以及它吓阻的效应。以现在中国，特别在93之后，它整个军力的成长，其实已经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它也许不一定去第1级美国，但是它可以让美国的第1级之后没有办法在第2级，也就是它可以完全的去针对美国的军事做相当大的攻击跟毁灭。所以这就是叫做核武吓阻。那中国的军力，我觉得不是在针对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菲律宾应该了解。所以现在他们是水炮，而不是火炮。也希望不会变成火炮。我想菲律宾应该也了解这个情况。那菲律宾当然也都知道，如果他真的用火炮对付中国的话，那迎来的一定是很强大的攻击，而美国呢，大概也袖手旁观。不可能跟中国直接进行战争，那就会是一个真正的2大国的核武冲突，那难以想象的。好，针对这一场冲突，目前在中菲之间其实还是算是比较规模小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要来今天在这背后再解读一下，因为大陆祭出了它一些比较新的武器，包括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解放军在海南的西部门港这边出现了2艘巨型的无人潜航载具，可以搭配鱼雷或者是它的反潜武器那另外第2件事情就是现在它透过它的电子战可以制造这种假的制造一个雷达之后就可以制造
模拟大型舰艇，而且这个舰艇呢是300公里外哦，它可以假装有一个舰艇在那边来混淆外机的侦查。吕舰长怎么看？未来就靠这些武器可以提升它的战力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大型的这一种无人载具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过，其实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那这个位置其实它是一个浮屋，但是这个浮屋是专门给这个超大型水下无人载具所使用的，而且对于最近的一篇报告，它是说已经不应该叫它超大型了，应该叫它超大型，因为它实际上来讲，它甚至可能前面有它的鱼雷发射口。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武器？其实是配合的中国大陆沿海的地形，也就是有关于第一岛链的部分。其实因为第一岛链无论是从黄海一直到台海，它的水是比较浅的，不适合那个这个潜舰运动。但是呢，我们讲到说这一个实际上现在无论是日本或者是台湾，都讲求说要使用这个无人的舰艇。那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对应的一个准备。那至于电子战，刚刚讲说模拟出一个不存在的舰艇，对，那这个不存在的舰艇是怎么样制造而成呢？也就是我先接收你的电磁波，然后呢我做 copy 之后呢，你原来这个电磁波应该会再反射回去，可是因为电磁波反射回去要决定于它的接收机的灵敏度，所以我就扩大这个电波再反射回去，你就会收到一个好像有一艘大船在那边。但是实际上，你传到那里，或者是你战机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虽然谈到这个有关于电子战的方方面面啊，那但是呢，现在大家最后还是讲求说，实际上有这个海上巡逻机，你必须要抵达，而且海上巡逻机上面一定配备有这一个无论是红外线或者是这一个可见光的一个侦收系统，也就是实际上要眼睛有看到啊。对。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如何复制这么一个电磁波的话，那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常看到啊815电子侦察船，那这个叫做改流子，那这是大陆他们的一种说法啊，也就是经常在各大重要的一个演习的场域它都会出现。它为什么会出现？因为它就是在做这一些电磁频谱的接收跟扫描，也就是因为他们在进行对抗的时候，那当然它还是使用训练频道，但是训练频道跟正式使用的这种作战频道，它其实只有跳频的方式不同，可是它同样的使用同一个波段，那同样的，我就未来在这个波段出现相类似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进行这样模拟。所以电子战的基本功其实是建立在平时。好，谢谢舰长，谢谢。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